2026年你的投资方向要怎么转弯呢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治愈。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2026年你应该怎么样调整你的投资方向，机会在哪里？风险又在哪里？今天好好带大家来看一看哦。好，我们先来复盘一下，来看一下这个回溯一下，在过去这几年这整体的一个这个金融市场大家的表现哦。2025年已经是连续第3年，全世界的一个这个股票市场哦，来到2位数字的成长，这真的很不得了。你可以说牛市，哇，这个牛一直往前冲，但是你说要连续3年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有2位数的成长，那很难很难。那当然你就要问我啦，那所以是不看好2026吗？也不是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到这过去的一个成长，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因素啊，但特别是2025年更让大家觉得哇很不简单，因为呢你现在回想2025年4月份做了什么事，你看川普对全世界干了什么好事，哇，这个全世界不断的往下跌，但是怎么那么快啊，这个全世界的市场韧性之足啊，下去马上上来再创历史新高，为什么？就是 AI。 好，那AI 呢带动了全世界大家所谓的 Mega 7这7大科技巨头，带着全世界这个科技股往前冲，然后给全世界欣欣向荣的一个概念哦。这7大科技巨头呢，哇，这不得了，他们一涨啊，它的权重已经来到了全世界指数的1/4了哦，也就是呢，没有这7大科技巨头很难涨啊。好，那但是你权重那么高，就会有一个状况呢，就是集中性、集中度太集中了，会让整个市场非常脆弱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这7家公司一起涨，那当然没问题，大家一起跟着涨嘛，你只是没有买到他们的你这个非常扼腕而已哦。但是如果他们一跌的话，哇，那是全世界一起往下崩跌，所以呢，集中度太高，你就会让市场变得非常的脆弱，而且有风吹草动，你就觉得好可怕哦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在2025年下半年有人说 AI 是不是科技要泡沫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市场出现非常巨幅的震荡了。这个是2026年我们可能要放在心上的一个隐忧。 AI 真的会泡沫吗？泡沫会很严重吗？待会我们带你来看哦。好，那继续我们就带你往下说。那在2025年，当然就是你知道成也 AI， 震荡也是因为 AI。那2026年的 AI 状况如何呢？我们就要看到了，在2026年年初，要登场的 CES 大展哦，这个美国的消费性电子大展。有人说呢，1年你就要看这个，那看它干嘛呢？你可以看出你1年的投资趋势在哪里。人家这个秀肌肉，科技大厂秀肌肉，你看我的技术这么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有什么时候会卖得很好之类的。那在2026年的 CES 大展当中呢，看点在哪？如果说2025年的 CES 啊，这个美国消费性电子大展，它在告诉你 AI 是一个未来的趋势，它在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有 AI 可以做到什么东西的话，那2026年今年的这个 CES 大展当中，它就是要告诉你的是 AI 呢已经从一个这个附加的功能变成一个基础建设。去年在告诉你 AI 可以办到什么，今年它在告诉你 AI 已经深入你的生活方方面面，分分秒秒，每一个缝隙当中，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AI都在那里。所以呢，那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简单帮大家整理说，在这个今年的2026年的一个 CES 大展当中有哪一些看点，那你就会很好的厘清你的投资的脉络。比如说它有5大看点，第一，它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智能跟实体 AI 的革命。什么叫实体 AI？机器人，就是你看得到的 AI。过去的 AI 它可能在你的手机里，可能在你的电脑里，可能在这个天空当中啊，空气当中。但是呢，未来的 AI 呢，它会变成一个机器人，走来走去的，晃来晃去的在你眼前。所以呢，机器人在2026年的 CES 大展当中会
各国都有，各厂都会有它不一样的机器人的一个表现。那再来呢，包括了终端硬体的，以前的 AI 呢，大家说都是在那个云端，然后它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算、演算，然后它把结论推给你。但未来很可能这样的一个 AI， 它回到你手边有的终端装置，可能你的手机就是一个 AI 手机，那可能它就不用直接连到云端，然后再去运算，它可能直接在你的这个手机硬体端，它就帮你算好了，演算好，然后给你一个答案。可能它会是一个 AI PC， 可能它会是一个 AI 的什么样的电子装置，它会落地离你好近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先进的移动技术。就是一个 AI 的智慧的一个车辆了哦。过去电动车，但是自驾车，那未来它可能长了脑子，对吧？再来呢，就是一个很能个人化的 AI 助理，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哦？现在呢，我们的 AI 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初阶的状态，比如说我上了一个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， 然后呢，我告诉他我去搜寻说，哎，你帮我找一张机票啊，这个你帮我搜寻一下最便宜的机票，我要飞美国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我要飞哪里去玩，对不对？我要飞巴厘岛，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好，你要自己去动手的。但未来的这个个人化的 AI 助理呢，可能你告诉他说，哦，我在这个5月份，到5月15号到5月25号，我有一个几天的假期，然后呢，我要到这个巴厘岛去玩，我喜欢的是这个有沙滩的饭店，然后呢，你帮我规划一个行程，顺道帮我订票。那这个个人化的 AI 助理呢，他就上网去帮你搜寻了你喜欢的一个饭店，他帮你找，然后机票怎么样，他都没有问过你，因为你已经给他条件了嘛，他就帮你通订好了，他就帮你行程安排好了。你到了这个机场了之后嘞，哎呀，这个车已经租好了，你上车就好。上车之后呢，他就帮你开到饭店去，哎，饭店订好了，甚至呢，他就帮你订了烛光晚餐。然后呢，有了这个，然后行程帮你订好了，隔天醒来，你就是在沙滩上，哎呀，这晒太阳去了。然后呢，时间到了之后呢，车又来了，你就回家了。所以呢，他又把你载到机场了，然后你机票也订好了，你就回来了。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个人化的一个 AI 助理哦。在这次的 CES 大展当中，你会看到各家都开发了不一样的功能，很神奇。以后我们人就是躺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四肢会萎缩，因为你都不用动了，你知道，长一颗脑就好。哎，脑都不用，因为呢有 AI 帮你变大脑。那我们每个人都躺在那边。就很爽，躺平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全屋的一个智慧家居这样的一个科技，会在这次的一个CES 大展当中你会看到的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了。以前呢都还在想象当中，都还在萌芽，但是呢，在今年当中，你从这个展区当中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应用已经开始长出来了哦。好，那于是呢，你就看到这就是未来投资趋势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投资趋势之后呢，你就会这个发现说，哇哦，那2026年AI 应该不会泡沫了吧？我们就带你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，其实它每年都会对于当年会有一些大预测的，通常很准。英国的金融时报 FT， 但是呢，就这么巧。去年都很不准，2025年它的20个大预测当中有7个很不准哦，那还是有些准啦。那我们就来看它今年它预测了些什么。首先我们挑出来讲的就是 AI 的泡沫。我们刚刚讲到 CES 当中很多落地嘛，很多落地应用。那你说都已经有落地应用，它还会泡沫吗？这个金融时报它的预测是说，他说呢 AI 的泡沫，当有人提出来的那一刻，某种程度上它就泡沫了。泡沫已经开始bubble 已经有了，你在想说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反正有人提出来那一刻，差不多已经泡沫，然后就开始反应了嘛。那你想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2025年的时候，你看到开始下半年的时候，开始有人讲泡沫 ，NVIDIA 的股价不就已经开始震荡了吗？他说那就叫做反应泡沫了呀。有人突然开始告诉你，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说很严苛的，在检视这些 AI 的这些科技巨头的一个营收表现，它的资本支出是不是过多？在讲这个 AI 什么有的没的 ，AI 没那么好啦 ，AI 惨了啦，什么 AI 永动机啦毁了啦，有人这样讲的时候，它某种程度上它的 bubble 已经 bubble 啦，对不对？就破啦。你看他要这样讲，好像也不无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金融时报是预测是这样，他说2026年泡沫真的会有，但冲击不大，因为都已经开始反应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说顶多，如果呢2026年开始又有人告诉你说那个 AI 泡沫资本支出那么多，然后他这个赚不回来等的话，顶多他说那个卖压或者是那个股价的修正顶多就是10%到15%。
大的这些科技巨头不担心，反倒是那些小型的，他说那些小公司，然后呢跟着 AI， 然后这浑水摸鱼的这个股价往上涨，那种才有暴雷的可能性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即便有泡沫，你也不用太担心哈，这是金融时报的预测。另外，他也预测，他说，但是呢，黄金会继续涨。他说黄金呢会突破$5000每盎司大关，然后他又说 Tesla 的市占率呢会持续的往下降，但是他讲这个 Tesla 的市占率下降哦，你会说马斯克很担心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即将要迎来的是一个不得了的 IPO， 对不对 ？SpaceX 要 IPO 了，所以你说他还 care 那个 Tesla 的电动车的市占率吗？I don't care， 对不对？我的 SpaceX， 哇哦，我这个不得了的一个史上这个地表，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案，对吧？那我还担心什么电动车的市占率吗？不担心 ，I don't care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《金融时报》就讲了，他说，这个Tesla 的市占率会持续的往下降哦，可能它撑不上去哦。那再来呢，他就是提到了，他说呢，这个家用机器人我们会开始看到，开始卖了哦，就是这个 AI 的一个落地应用了，它会开始卖，但是呢，他会说初期功效很有限。他就说，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样预测我也会啊，谁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刚出来的时候功能很有限啊，谁不知道啊？预测一些有没的哈，我就挑一些比较重点的来跟大家说说了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这个是这个金融时报的大预测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的话，我们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哦。2026年呢，你的投资呢，机会在哪？我们刚刚讲到了 AI 会是你持续的一个机会哦。那2026年呢，有人这样讲说，你8个字要记得哦，哪8个字哦？就是你投资的话，8个字：美股、科技、台湾、日本。好，那当然呢，这个主旋律啊，这个是这个前面啊，这个美股跟科技嘛，对吧？好，美股跟科技呢，他就说了，这很重要啊，美股，然后科技就 AI 嘛，然后呢，延伸出去2个市场就叫做台湾跟日本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看到了所有的他就访问了很多大的投行基金经理人都说了，他们就是美股、科技、台湾、日本，美股、科技、台湾、日本，每天洗脑自己，2026年他就是可以赚大钱。好，那当然延伸出去还有很多啦，但是呢，大概就是这8个字哦。好，那这8个字就是你的机会咯，就是很简单嘛，对吧？你就美股啊、科技股啊，然后台湾啊，然后就是日本啊。好，那可能的风险会在哪里呢？还有可能的风险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呢这个 AI 的一个资本支出呢还是如此庞大，但你看不到明显的回收的话，那震荡就开始难免咯。震荡，大家请注意，我讲的是震荡，我绝对没有告诉你说2026年会跌的狗吃屎，没有这回事了哦。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华尔街投行，大家的共识是说，高度的成长呢，这样的一个扩张的状态呢还没有结束。但是它很可能已经到了尾声，也就是呢，它还在持续扩张当中，它很可能在尾声，但我可没说它衰退啊，所以它很可能到了最终，它在开始慢慢的走缓的阶段。但它依旧是扩张哦，所以你说我如果2026年我居高思维，我什么都不要动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你会很后悔哦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扩张的一个后期，那当然主旋律依旧在 AI， 就是我刚刚讲的8字真言。美股、科技、台湾、日本，请你不要错过哦。那风险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刚刚提的，万一又有人跟他讲 AI 泡沫啊，那你放心上，那叫做震荡，就还是会有一个剧烈震荡。所有到了扩张后期的时候，它的震荡会加剧。但是不叫做衰退哦，千万不要过早离场。另外呢，可能大家放心上的是地缘政治可能会开始升温，你看到可能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的冲突，可能呢会影响金融市场。但是呢，大家很可能会把这些放在第2位思考，因为你在第1位思考的依旧是企业获利非常的强劲，然后呢降息的一个预期呢还在继续状况底下，这个市场应该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你就放心上，它就是一个扩张的
后期，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衰退。再来呢，你就看到的是，这个很可能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呢，会变成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的增加。但是呢，中国的状况它其实并不会太完全影响到 AI 的进展，因为中国即便在它的一个整体经济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底下，它不能输啊，在这个 AI 的赛道当中，它依旧呢会挤出它、榨干它最后的一些这个国库或者是最后的力气，它还是得要发展 AI 的。所以呢，在 AI 的一个这个赛道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乐观，不用太过紧张。好，那这是呢，今天我们在这个2026年啊，在这个刚开年的时候，赶紧来告诉大家，在这整年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投资抉择。AI 依旧是主旋律，这是不会错的，只是 tempo 上你要抓牢。CES 呢会看到非常多的亮点，大家可以 follow 它的一个脉络去投资。然后呢，就是再三告诉大家，现在呢这个 AI 的 bubble 这样的一个泡沫已经被讲出来了，被点出来了之后呢，它可能已经先行反应了。接下来的震荡呢，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了啊。希望大家2026年操作都可以非常的顺遂咯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，希望你喜欢咯。我们下回见，拜。